阿弥陀佛。庄帮主，既然你非要老衲出手，老衲也只好不顾及少林和丐帮数百年的交情了。天下英雄今日人人亲眼目睹，我少林绝无和丐帮争雄斗胜之意，只是丐帮帮主步步相逼，老衲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。比武较量，强存弱亡，说不上理亏不理亏，动手吧！庄帮主，你的话和丐帮数百年的人侠之名，太不相称了吧？要打就打。那好吧。邪门武功，不是降龙十八掌。对，和少林派比武，不能是邪派功夫。帮主，你应该用降龙十八掌，用歪门邪派的功夫丢我们丐帮人的脸。对，该用降龙十八掌，用降龙十八掌，用降龙十八掌，降龙十八掌，用降龙十八掌，用降龙十八掌，用降龙十八掌。星宿神功比那降龙十八掌要强得多，你就用星宿神功。 给我把那老秃驴杀了！啊！谁说星宿邪功能够胜过降龙十八掌？是楚家最强的恶贼！这招是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。这才是降龙十八掌啊！
枭雄，你是契丹英雄，但你使我中原众豪杰有如无物。故苏慕容复今日想领教阁下高招，就算死在枭雄掌下，也算是为中原众豪杰尽下一份微薄之力，虽死犹荣。素闻公子英明，今日得见高贤，真是大慰平生啊！慕容公子，我大哥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何必趁人之危呢？再说别人冤枉你的时候，我大哥还为你舍命开脱呢。段兄也想做抱打不平的英雄好汉，上来赐教吧。我是没这个本事的。不管你是姓萧还是姓乔，刚才老夫看你年轻，让你3招。告诉你，现在老夫可不让了啊！卑鄙！爹，快去救我姐夫啊！萧峰，多谢你救了阿紫姑娘，可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今日我们便来做个了断。我提出来了，他们是3个打1个呀！不要乱叫！不要乱叫，必要的时候便会出手的。对。大哥，段公子，召集全司弟子戒备。萧峰这恶徒害死了玄苦师兄，此次绝不容他活着走下少室山。是。阿弥陀佛。慕容复，姓庄的丁老怪，你们3个一起上吧！萧峰何惧？是不是我姐夫受伤了啊？阿紫，别担心，萧大侠没受伤。拿酒来。是。来，大家拿酒，一起喝。来，给，好，来，给，进来，来，来，拿着。好兄弟，接着，哎。走！兄弟，你我生死与共，不枉结义一场，死也罢，活也罢，我们再痛痛快快的喝他一场！来，来，等一等，大哥、三弟，大哥、三弟，你们喝酒怎么不叫我呀？这位英雄是？这也是我的结义哥哥，出家的时候叫虚竹，现在只怕还俗了。当初我们2人结义的时候，也把你拜进去了。二哥，快拜见大哥吧！大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我死在顷刻，你不畏艰巨，挺身而出，足见是一个重义轻生的大丈夫好汉子。萧峰能够和你结为兄弟，那是我的福分。萧峰，
今天能够结交你这样的英雄好汉，真是太高兴了。来。 哈哈哈哈哈！今日在天下众英雄面前，我契丹人萧峰和虚竹兄弟义结金兰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对，今日我们三兄弟有难同当。 两位好兄弟，这18位契丹武士对哥哥是忠心耿耿，我们素来相处是情同手足，我们痛饮之后就放手大杀吧！痛饮一场，放手大杀！来！星宿老怪害死洛太师叔玄难大师，兄弟要找他报仇。哎，二弟，你不是他对手，二弟。二弟的功夫果然不错呀。那是自然的。来的正好，保护我三弟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！哎呀，哎。 招招凶险，均恐对方要害，但姿势却如此美妙，简直就像舞蹈一样。好，举重若轻，潇洒如意，这样的舞路我从来没见过。哎，王姑娘，这是哪一门功夫啊？ 呀！表哥小心！游龙引凤，表哥使这套功夫，自然是不会败了。萧大侠现在只是和这个庄帮主对攻，可是这样一来，不是在大家面前丢尽了慕容家的名声吗？表哥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幸福是大，名望是小。我若能为天下英雄除去这个中原武林大害，这武林盟主一喜，便非我莫属了。 那是振臂一呼，大燕幸福有望。他只关心他表哥的安危，他的眼睛绝不会离开慕容公子，往我身上看一眼的。阿紫。 表
我口口声声说要和2位哥哥同患难，事到临头却躲在人群之中受人保护，这算什么义气？反正左右是个死嘛。我虽然武功不行，但以凌波微步，也能和慕容复纠缠一番，让大哥腾出手来，先打退那个丑脸。慕容公子，你和我大哥齐名，就该当和他1对1的对招，怎么让人相助？就算勉强打个平手，岂不是让天下英雄耻笑吗？来，有本事你打我呀！死有什么好？当然是活在世上比较有味道一点。你若想活，就叫我100声亲爷爷。哼，你又大不了我几岁，真不害臊啊！啊，你叫不叫？表哥，不要！啊！三弟，你怎么不叫我100声亲爷爷呢？不要伤我儿子！你奶奶的！我师傅虽然不是个东西，但总也是我岳老二的师傅。你打我师傅，就如同打我岳老二一般。万一我师傅贪生怕死，叫了你1声亲爷爷，你岂不是比我岳老二还要大出1、2、3，大出3辈了吧？实在是欺人太甚！我跟你拼了！你奶！你是我师傅的老子，我要是骂了你，岂不是乱了辈分？等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悄悄的把你脑袋瓜子剪下来。表哥小心，这是大力断氏的一阳指，不可轻敌呀！主公，主公，扶我起来！侠义为先，你身为一帮帮主，却和星宿派的一帮妖人在一起同流合污，
真是辱没了丐帮数百年来的美名。三弟，你这6脉神剑尚未纯熟，不妨用一种剑法试试。是，多谢大哥指点。王姑娘，你出声帮一下公子爷吧。我的6脉神剑一窍都不通啊！三弟的剑法如此神奇，就换了是我也抵不过呀。阿朱，你的担心，我现在明白了。不打了！混账！收上我家公子！表哥，人家饶你性命，你却反下毒手！哼！我萧峰大好男儿，却跟你这种小人齐名，杀你太丢人了！滚！公子，表哥，你没事吧？尚未婚配，哪来的儿子？你有祖宗没有？自然有。我自愿就死，与你何干？士可杀不可辱，慕容复堂堂男子，岂容你这无礼言语？你高祖有儿子，你曾祖、祖父、父亲都有儿子，就是你没有儿子。呵呵，大燕国当年慕容恪、慕容垂、慕容德，那是何等的英雄啊！
却不料都变成了绝种绝代的无号之人。承蒙高人指点，慕容复目光短浅，大恩大德，莫齿难忘。古来成大业者，哪一个不历尽千辛万苦？汉高祖有百登求和之困，唐高祖有降顺突厥之辱。倘若都像你这么引荐一颗，只不过是个心窄气狭的苏汉罢了，还怎么谈得上光复大燕国？我知道了，起来吧。萧大侠武功卓绝，老夫十分佩服。今天也想跟你领教几招。哼哼，不敢，请。哼。且慢！人工。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你在少林寺中一躲数十年，为了什么？我也正要问你，你在少林寺一躲数十年，又为了什么？你我虽未谋面，但我认得你的身影。你的身影，我也认得。这两个人怎么在寺里已有数十年了？师兄，我丝毫不知，难道真有这事儿？我藏身少林寺中是为了找一样东西。我藏身少林寺数十年，也为了找一样东西。这个东西我已经找到了，想必你要找的东西也应该找到了吧？否则的话，咱们3次交手都没有分出胜负。尊家的武功了得，在下十分佩服，有不用再比试比试。阁下的武功我也十分钦佩，我想就是再比试下去的话，只怕也难分高下。请。阿弥陀佛。虚竹，你去解了丁施主身上的本难吧？是。谨遵方丈法旨，把镇养丸拿来。是。新秀老怪，这颗镇养丸可止3日之痒，过了3日，其痒又在发作，那时候我主人是否再次灵药，要看你乖不乖了。哎，救公主人，英雄无敌，我等小人，我等小人，死心塌地，要为主人效犬马之劳，这天下武林盟主一席，非主人莫属。对呀，只要主人下令，小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啊！主人，这星宿老怪灯烛之火，居然也敢和日月争光，心怀叵测，邪恶不堪呐！主人，你迅速将他处死，为世间除此败类啊！你们这些卑鄙小人，怎么将吹捧星宿老怪的陈腔滥调、无耻言语，转而称说我主人，当真无耻至极！我说是仙姑，立马皇上翻新，保管让仙姑满意。对，仙姑，花容月貌，胜过那西施杨贵妃啊！你们都给我滚一边去！仙姑有令，不得有误，快滚！是。滚到后边去！后边！
林僧众，天下人仰慕少林，不仅是因为少林武学博大精深，更是因为少林戒律森严，处事公正。可是，最近有个别弟子不守戒律，破坏了少林寺数百年来的清誉。来了多少人？谁知道啊？听说连东海几个从不露面的岛主都请来了。看来呀，丐帮这次要存心给少林难堪了。丐帮以前的帮主乔峰就是出身少林，乔峰在聚贤庄杀了那么多人，这笔账马上要算在少林身上。胡说，少林早和乔峰没关系了。天秀老人，各得天地，威震寰宇，古今无比。天秀老仙，各得天地，威震寰宇。冯四弟，这还真热闹啊！丁春秋，你又从哪儿找来这么一帮赖皮狗啊？啊，整天在你耳边唱那拍马屁的高调啊！你居然听着还能自得其乐，老子真佩服你了。原来是些手下败将，我还以为是谁呢。见了老仙还不远远的躲开，还赶过来送死。哼，丁春秋。当日一战，你我究竟谁败？我看你说谎的本事，比你的化功大法可是高明得多呀！无知小辈，当初要不是我手下留情，你还能活得到今天？哼，说得好！你丁春秋不惜损失一半功力和几名弟子，就是为了对我慕容复手下留情。照这样说，你今天准备折损几名弟子对我手下留情啊？放肆！阿弥陀佛。大师，本寺今日有要事，不招待外人，请大师恕罪。敢问两位师傅，这座宝刹叫什么名字啊？大师是初到中原吧，竟不知道本寺的名号。不过大师应该听说过少林寺吧？哦，原来这就是少林寺啊！两位师傅，告诉你们一件小事。什么事？从今往后，天下恐怕就再没有人知道少林寺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少林寺，哼！今日之后，中原武林就再没有人知道这块招牌了。天竺大德，中土高僧相聚少林，讲论武功，实乃盛事。不知小僧能不能做个不速之客？在旁恭临高见呢？高人驾临，必似不胜荣幸。吐蕃山僧鸠摩智参见少林寺方丈。国师亲临少林，老衲有失远迎。本寺正在处理一些内部事务，还请国师先到迎宾殿稍后。小僧不才，但我远道而来，少林寺的内部事务任何时候都可以处理。小僧听说少林寺72门绝技，未必有人每一门都能精通。听国师的意思，当今世上还真有人精通必派的72门绝技，不错。那么，请问国师，你说的这位大英雄又是谁呢？大英雄几个字，实在是愧不敢当。
你说的是你吗？正是贫僧。不是，你不是少林寺的人。这72绝技中的摩诃指、般若掌和大金刚拳从不外传，国师如何学得？小僧不敢口出狂言，还请玄生大师你指教。大金刚拳法。好厉害！哎呀！般若掌，三入地狱，这是摩诃指的招数。这不是少林72绝技，这是逍遥派的小无相功。小僧练得不好，还请大师指点指点。国师过谦了。阿弥陀佛。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老衲数十年的苦学，与国师的武功比起来，实在是不值一提呀。善哉，善哉！方丈大师何必如此谦虚呢？只是我辈习艺不精，少林武功博大精深，我们还要勤加练习呀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一帮蠢和尚。王姑娘，王姑娘，王姑娘！师弟，你看那小子好像得了花痴，放在山上那么大的热闹不看，跑到路上找什么姑娘？嗨，人各有一好嘛。你喜欢凑热闹，人家喜欢姑娘嘛。我这算什么好热闹啊？看人家段王爷专程从大理赶过来，那才叫好热闹呢。玄慈方丈，少林72绝技不过如此。那这个“绝”字，是不是要改一改了？国师果然神奇，就不必要再咄咄逼人了吧？其实以小僧之见，少林寺不妨今日起就散了。各位高僧，各奔前程，难道不比在这个浪得虚名的少林寺中混日子要好得多吗？国师想以一人之力灭我少林吗？不敢，不敢。小僧今天只是想见识见识中原武林的泰山北斗到底如何庄严宏伟。以小僧看来，少林寺还不如大理国的天龙寺。出家人没有争强好胜之念。国师说少林寺不如天龙寺也好，天龙寺不如少林寺也好，正所谓佛无南北，没有差别可言。九牧玄技大师的拈花指练得出神入化，今日有幸得见，是小僧的福分。
太师伯，不要运气。国师的拈花指功如此了得，老衲佩服了。太师伯，他使的不是拈花指，也不是佛门武功。孩子，是拈花指功，是拈花指功。小和尚，你说拈花指不是佛门武学，那少林绝技都是什么？我玄寂太师伯使的拈花指自然是佛门武功，你使的那个不是。好功夫！你来接我一招般若掌。小公，小和尚，我今天来到宝刹，是要领教少林武功的。小僧资质愚钝，少林功夫只学了一套罗汉拳，一套围陀掌，都是少林的入门功夫。要是这样，你就退下吧。虚竹，虚竹，你是本派的第3代弟子，按说你没有资格和吐蕃国第1高手过招。但是国师万里远来，良机难得，你就用你的罗汉拳和围陀掌，请国师指点几招吧。是。国师，小僧得罪了。服了吗？少林连环腿，好内力！你怎么老用黑虎偷心这一招啊？燃木刀法，他真会这么多少林绝技啊！
慧伦师兄，虚竹的功夫是跟谁学的？这我也不知道。如影随形腿。龙爪功。对，正是少林72绝技中的龙爪功。国师，手下留情。如此身份，还斗不过少林寺一个小辈，竟暗起偷袭，实在不成体统。把我的东西拿进来！不要杀他！是。少林寺以多打少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藏有女色？百年圣域，原来如此。今天我可是领教了。少林寺戒律森严，必会秉公处置。此事与国师无关。国师一路奔波劳碌，请先往客舍休息，待老衲查明真相。国师，请。于人于己都是有害无益。慕容老居士比起萧老居士更加贪得无厌。萧老居士研习的不过是少林派的现有武学，而慕容老居士却将少林派的72绝技一一囊括了去，并且抄录了副本，这才重履藏经阁，归还原书。想来这些年之中，居士尽心竭力，意图融会贯通这72绝技，说不定已将其传授给令郎慕容复了。慕容复尚年幼，功力不足，无法研习少林寺72绝技。你是将它传给一位吐蕃国师了。鸠摩智，你错了，全然错了，次序颠倒，已大难临头了。哼，什么次序颠倒，大难临头啊？老僧之语是危言耸听吗？不是危言耸听，国师，请你将那部《易筋经》还给我吧。易筋经？什么易筋经？老僧的话，叫人越来越难明白了。本派武功传自达摩老祖，佛门弟子学武，乃在强身健体护法伏魔。
修习任何武功之时，总需心存慈悲之念。倘若不以佛学为基，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及自身。吐蕃国师虽是我佛门弟子，精研佛法，但如果不以慈悲为怀，终究不能消除练习这些上乘武功之时所沾染的戾气。本寺72门绝技，每一项绝技都能伤人要害，取人性命，凌厉狠辣，所以需以相应的慈悲佛法为之化解。只有佛法越高，慈悲之念越盛，所练之武功才能越高。但修炼到如此高境界的高僧们，却又不屑于去多学那些厉害的杀人法门了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国师用的是逍遥派的小无相功吧？以此为根基，少林的72绝技倒皆可运使，只不过有些不伦不类，似是而非罢了。国师自称兼通毕派的72门绝技，难道就是这样的兼通法？国师身体里种种迹象，表明你练过逍遥派小无相功之后，又去强练本寺内功秘籍《易筋经》。所以，我说你大难临头了，萧老居士，你近来小腹上梁门、太乙两穴，感到隐隐疼痛吧？神僧明鉴，正是这般的。你关元穴上的麻木不仁，近来更加严重了吧？啊，是，这痛楚，10年前只有小指般大，现在已经有碗口般大了。神僧既然知道我爹的病根，还希望慈悲解救我。不必多礼。施主宅心仁厚，以天下苍生为念，不肯因私仇而伤及宋辽百姓，如此大仁大义，若有任何吩咐，老衲无有不从。施主请起。多谢神僧，多谢了。萧老施主过去杀人甚多，颇伤无辜啊。像乔三槐夫妇、玄苦大师，是不该杀的。老夫自知身受内伤，但年已6旬，独子也长大成人了，死对老夫来说没什么可怕的。但神僧要老夫认罪悔过，却万万不能。老衲不敢让老施主认错悔过，只是你的内伤是因练少林派武功而起，欲觅化解之道，必须从佛法中找寻。慕容老施主视死如归，老衲本不该多说。但如果我为你指点迷津，令老施主免除了杨白、连拳、风府3处穴道上每日3次的剧痛之苦，你愿意吗？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2位要找我父子报仇，我们在姑苏燕子坞参合山庄恭候大驾。父亲，咱们走。年轻人，你竟然如此狠心，
让令尊忍受着彻骨奇痛的煎熬吗？想走，没那么便宜吧？你父亲身患重病，大丈夫不屑趁人之危，放他一条生路不要紧。可你是没有病痛的，那我就领教小兄的高招。阿弥陀佛，佛门善地，两位施主不可妄动。阿弥陀佛。小凤实在是个草莽匹夫，还请神僧恕罪啊！好说好说，老僧对萧施主好生敬佩，大英雄本色为萧峰，当之无愧。家父犯下杀人罪孽，都是因在下而引起的。恳求神僧治疗家父身上之伤，所有罪责都由在下自己领受，万死不辞。老衲已经说过，要化解萧老施主的内伤，需从佛法中寻求。佛由心生，佛即是觉悟。旁人只能指点，却不能代劳。我想问萧老施主一句话：如果你有治病的能耐，那慕容老施主的内伤，你肯不肯替他医治？我让我替慕容老匹夫治病？你嘴里放干净些！慕容老匹夫杀了我的爱妻，毁了我的一生，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，剁成肉酱。你不见到慕容老施主死于非命，便难消心头大恨吗？正是。30年来，老夫日思夜想的，便是报这一桩血海深仇。好，那也容易。父亲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父亲！萧老施主，慕容老施主已经死了，你心中的仇恨可以平了吧？你想去哪儿，这就请吧。我去哪儿啊？我早就没有家了。慕容老施主是我打死的，你未能亲手报此大仇，心有余憾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即使你不杀死他，我也不想杀他了。善哉。可是这位慕容少侠伤痛父亲之死，要找你我报仇，却如何是好啊？神僧是待老夫出手，
死他的。慕容少侠要为父报仇，让他前来杀我吧。凤儿，你回大辽去吧，咱们的事情办完了，路走到尽头了。慕容少侠，如果打死了你，萧大侠定会杀慕容少侠为你报仇。如此冤冤相报，何时方了？不如天下的罪孽都归我吧。好俊的功夫，降龙18掌，果然天下第一。是时候了，该走了。干什么？留下！走！我提着他们跑一会儿，活动活动血脉。武爹没死，你是说再给他治伤？他们内伤太重，须得让他们做归西之眠，再图解救。天下哪有先将人打死，再给人治伤之法？你干什么？手互握，内息相应，以阴济阳，以阳化阴。王霸雄图，血海深恨，尽归尘土，消于无形。
多谢神僧相救。你二人由生到死，由死到生的走了一遍，心中可还有什么放不下？倘若适才就此死了，还有什么兴复大燕、报复妻仇的念头吗？弟子空在少林寺偷了30年的武功，全是假的，没有半点佛门弟子的慈悲之心，恳请师父收录。你的杀妻之仇，不想报了。弟子平生杀人尚来，倘若被我所杀之人的亲人都来向我复仇索命，弟子死上100次，也不能回报。善哉。你呢？庶民如尘土，帝王亦如尘土。大言不复国是空，复国亦是空。大彻大悟，善哉善哉。求大师收为弟子，更加开导。师父，你们想出家为僧，须得求少林寺的大师们剃度。不过，老衲有几句话，不妨说给你们听听。谨听师父教诲。